国中之事，老将军知之甚详。我虽名为世子监国，护持吴越王印玺，可若无沈相公允准，我这个挂名的世子，一兵一卒都调不动。世子听明白了，是老夫有病。彭里湖中，3万龙翔军将士，280余艘战船，皆是老夫当年在军中救护。若老夫亲入彭里湖，只需一封加盖前王印玺的招降文告，这支兵马便是吴越的龙翔军了。世子，有了这支水陆大军在手，莫说是江右6州，便说是南唐在江南的13州100余县，也皆是我吴越的领土。吴越5代大王，100余年征伐不断，也才只赚下了13个州的基业。而今，世子只需盖上一道印鉴，便可为吴越再拓土13州。老都头，国家要亡了。从武中王到当今天子，从大吴到大唐，前后91年，国祚巍巍。多少袍泽斩头沥血，才撑起这一片锦绣江山。如今他要亡了，老夫今日想问上一句：这个90年来让尔等安享供奉的思国思民，还有人愿意为他一战吗？这是吴越钱家小儿的招降文告，上面压着吴越前王的印玺。尔等当中，若想要寻得一条出路，只需告知老夫，老夫就把他送到杭州去食他钱家的俸禄，去苟全他的残生。老都头，您说的可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你若想要活命，只管弃了兵权，去了杭州，高官厚禄不敢保，做个富家翁还是有的。可都想好了，现下留下来的，就全当自己是死人了。这阵子，老夫一直在想，一个几代人筚路蓝缕，用血和肉
建立起来的国，如今国祚江中，还有人愿意为他去死吗？我知道，天子昏聩，不似人君。为了江宁城里那个稀烂的朝廷去死，莫说是诸君，便是老夫也是不愿的。这毕竟不是他一人之国呀，这不是他李氏一家之国，这是自大唐纷乱以来，在杨武忠王抚民定乱的盗旗之下，浴血鏖战的数十万将士用自己的血和命拼杀出来的安身立命之国，是江南千万市民耕读劳作，一砖一瓦，一粥一饭建立起来的子孙绵续之国。先武忠王崩殂那一年，老夫只有11岁，身量还没有手中的木枪高，被选入黑云长剑都，指配给老王牵马。那一年出征，老王在马上，老夫在马下。老王问我，这辈子可有什么念想？我说，能吃饱，能吃肉，活着能有一间屋，死了能有一垄坟。那时候小啊，尊卑都分不清楚。我问老王，他这辈子可还有什么念想？老王说，他快死了，若有来生，唯愿托生在一个太平之国。为了这样一个国，诸君愿意随老夫一道去死吗？前王招降了江右诸州和龙翔军。正是，老夫为行营都监，奉前王之命，与元帅合兵江上，共击江宁。贵官在吴越身居何职啊？老夫年迈，平日无所执掌，挂一个环卫官的名衔，在西府荣养而已。环卫官，宗室。哼，老夫钱元林，武肃王第23子，文穆王亲弟，当今前王叔父，吴越国右牵牛卫大将军是也。给老将军看座。诺。本帅南来之前，却未曾见前王向天子奏明此事。本来老夫也是不愿意理这些俗事的。元帅大军来得太快，朱令晕的龙翔军
位于元帅的威名，不敢贸然出来请降，这才一纸书函送到王都。老夫与朱令晕之父朱匡胤乃是旧交，念在救人之谊，才勉为其难。前时赴升州东南面行营，取了前王教名，又日夜兼程赶赴饶州，取了龙翔军的兵权。朱某既是请降，原该向朝廷王师致书，而后率军中将校自赴军门，以示归顺之诚。那朱家小崽子和军中将校本亦如此，只不过是苦于没有门路，才央求老夫做个中人。若无老夫作保，龙翔军10数万将士，恐有长平之忧啊！煌煌王师，岂能为如此不祥之事？10年之前，因杀降而生了益州之乱，也是煌煌王师。钟学，老将军也别激动，暂且回偏帐歇息。那老夫就先行告辞了。这中间隔着李氏10余万兵马，联络不畅，若要合宴，总需月余10日。军令城下，时事等不及了。这文书上的印，确实是真的。虚职还卫官，取了龙翔军。这一天脓疮生在后面，总是不自在，左右要把他接了。元帅这是打定主意了，早早处置了，合兵江宁城下，了却了这一桩战事。元帅，龙翔军舰上升的是吴越旗。钱家那位宗亲何在？回禀元帅，在营中进食，抱怨肉太粗、酒太酸，又打一尾江鱼来吃。传令下去，矛枪、弓弩、火箭准备。动。钟学，在。你去对面船上打探一下虚实。弄。太尉，江面上有东西，这也有。太尉，猛火有。撤！快撤！撤！众将听令，点火！进箭！
勋呢？回禀元帅，太尉围着军舰守卫。把前世宗亲给老子带上来！回禀元帅，那人不见了。去给老子找回来！找不回来，你也别回来了！诺！传令下去，命后面的船只掉头张帆，全速回撤。前排的船由横阵变为纵阵，后排的船从侧面包抄。进攻！禀元帅，太尉带领我军从南北两面突围，包抄贼船，贼军一路溃败之势。命弓箭手全数朝着龙翔旗舰，给我打！别急，快一点！此事总需有个交代。你想要什么样的交代？又想让谁给你交代？这上面的印玺，总须做不得假。报！启禀元帅，镇东、镇海两军节度副使吴越国使臣孙承佑求见元帅。前王的意思是说，招降文告和这些除兽札子，都是吴越国世子所为。世子，也是受李元清这个贼子所蒙蔽。既是如此，前王只需将李元清的首级送来，足以告慰碗口之战战某的将士一领。周巡，可现在谁知这贼子逃去何处了呢？却不知前王将如何处置世子。
知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做什么吗？听沈师傅说过，父王那时做了江东南面行营的官军容使，兼任6路都转运使，提调诸军粮秣、甲仗、器械工事。我在天沟河，饿不饿？为阿爹不饿。这段日子不要吃辛辣油腻的东西。是，儿子遵勉。账40。多。世子，一会儿要紧一点。弟媳，弟媳，弟媳！你说什么？你从何来？是，好多山，到处都是。弟媳，弟媳！末将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招都部署曹彬，参见大元帅。参见大元帅。国华将军免礼。诸位将军免礼，请入座。东西两大行营兵马今日会师于江宁城下，大军进退行止，还请大元帅示下。国华将军，天下名将，身为播于四方。若生在300年前，是要在皇陵里起土山的。孤向来疏于军务，能将这10余万吴越将士自国中带到这江宁城下，已是耗尽心血气力。如今两军既然合兵，军事上孤也该歇歇了。自今日起，孤在军中只管做个泥胎木偶，全军上下无分南北，皆遵国华号令。孤只管吃饭睡觉，坐看国华施展手段。大元帅此言，曹彬断不敢当。你当得起？孤的儿子给国华和众巡惹下了如许大的一番祸事。若非诸将戮力同心，更兼有国华这样不世出的将才，一日再临汴梁，国食无颜面再朝天子。大元帅言重了。自今日起，军中之事皆付国华，孤不负御闻。请国华正元帅之位。我王一片赤诚，请太尉不必在此。请太尉正元帅之位。请太尉元帅之位。